大家好，老韩，今天呢，咱们来看一台雷克萨斯的 RC350，感谢 JP 提供的帮助。大家有买欧系准新车或阿尔法罗密欧新车的朋友，都可以找 JP 哈。感谢大家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点亮小铃铛。2014年，为了取代两门版的 IS， 雷克萨斯呢基于新恩平台打造了一款两门4座跑车 RC 系列。那作为新恩平台为数不多的兄弟之一呢 ，RC 呢在外观设计上集 GS 的前脸、两门 IS 的中段以及 XE30 IS 的尾部之大成。那在2019款上呢 ，RC 进行了中期改款，对内饰、外饰进行了微调，并且呢对车型进行了重新的划分与整合。自在美国上市以来呢 ，RC 销量的高点就留在了之前美国车市的繁荣年代。第一个完整销售年度，全美就卖了14784台，无奈谁又成想出道即巅峰。近几年销量呢，一年大概就是3、4千台的量哈。RC 的外观尺寸和现款的 IS 相比，RC 在轴距上比 IS 短了2.7寸，在长度上比 IS 短了0.4寸。RC 的前悬采用的双叉臂结构，后悬采用的多连杆结构的设计。F-Sport 版本还配有前后电子可调的减震器哈，你像在 RC-F 上还配有可变自适应的减震器。RC 车型呢，全系列都是前置后驱或者4驱车型哈。常规版的 RC 呢，在 RC300 后驱版本上用的是 2.0T 的4缸发动机，在 RC300 4驱上以及 RC350 上用的呢是 V6 3.5 的发动机。只是这个4驱的 RC300 和 RC350 呢，虽然都是 3.5 V6 的机器，但是这个机器的参数调教在 RC300 4驱车上调的稍微弱一些哈。那在这些不带 F 的常规动力版本上，只要是后驱车型搭载的都是8档自动变速箱，只要是4驱车型搭载的都是6速自动变速箱。它这个搭配组合呢，跟 IS 就很像了哈。那另外在 RC-F 上呢，用的还是那款 5.0 升的 V8 发动机。那如果把动力总成和驱动形式一组合呢，车型分别就是 2.0T 的后驱版叫 RC300， 3.5 升低功率的4驱版本叫 RC300 4驱。那 3.5 升呢高功版本分成后驱和4驱哈。那这里面每个版本它都对应了一款 F-Sport 的版本，指导价格呢在4、5万左右吧。RC-F 呢2022款上还上了一台限量版哈，限量50台。EPA 公布 2.0T 和 3.5 V6 的 RC 在综合工况下油耗从22到25 mpg 不等， RC-F 为19 mpg。 RC 在全系列不论排量、不论驱动形式、油箱大小都是 17.4 加仑。雷克萨斯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4年或5万英里的整车质保，6年或7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。那今天咱们看的这台呢，是 JP 这儿的一款在售二手车，2021款的 RC350 F-Sport 后驱版 3.5 升 V6 加 8AT， 这车配有2354019的前轮，2653519的后轮。这车配有马克莱文森音响，前排座椅加热通风、加热方向盘、盲点监测、道路偏移警告、道路保持辅助等等配置哈。这车呢是21年1月下线于日本工厂，截至我试车的时候呢，这车跑了6000多英里，商家要价54990。现在雷克萨斯家族一共有2款这种两门跑车车型，稍微便宜点的呢就是这个 RC， 那稍微贵点的就是那个 LC。RC 这个车呢，应该说是不太年轻了哈。首款车型呢，于2014年、2015款问世，到今年呢，确实也是好多年了哈。而且呢，它还是新恩平台的产物。这台车呢，如果拿今天的眼光看的呢，依然还算很漂亮的一台车哈。包括车身的线条啊，包括车身的比例啊，还是很漂亮、很有动感的一台车。但是如果跟它的兄弟姐妹相比呢，它呢就多少显得老了一些哈。这车呢用了4条19寸的胎哈。这是这 RC 的钥匙哈，这车后备箱呢进深是挺深的哈，进深是没有问题，就是这个开口又窄又矮，里面没有什么，这有个挂钩放在边上了，这下面有4个钩点，右面没有什么，有一个绑带，这绑带呢可以把这个急救包绑在里面。这后备箱的盖板啊，打开之后下面是备胎，但是它在备胎上面呢还做了一个盖板啊，这就不得让人想起当年雷克萨斯的匠心精神啊。下面才是备胎，
现在呢，基本上的车都是打开这个盖板，下面就是备胎，或者连备胎都没有啊。它这单独的做了一个盖板，上面放了一些随车工具什么的，感觉这个一打开给人的感觉就非常不错哈。坐起来呢，里面的中控造型跟 IS 啊完全都是一样的了。左面呢有自动远光按钮、盲点监测按钮、驻车雷达、ASC 开关。它这个仪表盘呢，你摁方向盘上这个键，它那个中间圈也会窜来窜去的啊。当这个圈窜到右面的时候呢，左面那个行车电脑里显示的信息呢，相对来讲要丰富一些。但即便再丰富，也是雷克萨斯上一代的调节项目哈，包括里面的显示啊，跟上一代的雷克萨斯的元素都是一样的。当你把这个圆圈调到中间的时候呢，里面的元素相对来讲就少一些，只能在这个转速表中间进行一些基本的行车电脑的显示。方向盘呢也是跟 IS 一样的方向盘了，包括大小啊，包括造型啊。这个方向盘呢手感其实是不错的，新车手感是非常棒的。但不知道这车为什么跑了才6000多英里，不到7000英里，方向盘包浆这么严重啊！看来前任车主的手经常出汗啊。左面是多媒体语音电话的控制，右面呢是行车电脑的控制，包括下面一些辅助驾驶的控制哈。它的巡航摆杆呢还在比较老的雷克萨斯丰田的传统的位置，在下面有个摆杆。屏的显示呢，包括软件呢，都是上一代雷克萨斯的产物了哈，清晰度啊、反应啊都非常一般。倒车影像也只是有一个倒车影像哈，有2个视角。下面呢中间有个石英钟，在下面呢包括当时 IS 啊、老款的 NX 啊都在使用的一个空调面板哈。下面是座椅加热通风，方向盘加热。这面呢是驾驶模式的调节，下面是雪地模式 Auto Hold 功能，这面是电子稳定系统的关闭。小挡把哈，短小精悍，手感非常棒哈。下面呢是与时俱进，放了一块雷克萨斯的触摸板哈。当然，在不远的将来呢，这块触摸板恐怕也会下岗的。在新款的 NX 上呢，已经没有这个元素了哈。扶手箱打开呢，里面有2个 USB， 一个 AUX， 一个点烟器插口哈。多拉过，卖车把眼镜都落着了，这吹的一个车还搭副眼镜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坐进来以后呢，头部空间、腿部空间、横向空间都完全没有问题哈。首先，它这个座椅啊，感觉是比较宽大的，并不是那种给你绑得非常紧的那种比较运动的、比较战斗的座椅哈。然后它在传统的雷克萨斯的座椅基础上呢，把这个椅背的2翼凸起很多，给身体呢能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哈。椅面是基本是比较平的，没有太多的感觉。座椅的调节呢也是基础项，腰靠呢是2项调节的。那大家即便像我一样不懂这个皮子啊，什么皮的名字啊，但摸到这个皮子呢，就会感觉到这个皮子非常厚实啊，跟其他的雷克萨斯呢稍微是有些区别的，感觉摸着非常舒服哈。这车第2排呢，就是跟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根本不适合坐人。不是说成年人啊，你看这个司机位，当我这个靠的比较靠后的时候，这基本就没有位置放脚了哈。你就小孩的腿他也放不下，所以第2排呢比较适合放宠物哈。打开机舱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基本符合我们对当年新恩平台产物的预期哈，包括覆盖件的使用，包括管线的规划处理，感觉都属于比较上乘的。虽然谈不上是艺术品的享受吧，但在这个价位里，我觉得做的还是可以的。特别是跟今天这个价位的产品相比，老一代的雷克萨斯呢，还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哈。这个车呢，由于它跑的不多，我们也很难看到岁月的痕迹哈。里面呢，跟当时新车的状态还是很像的。那一直以来啊，我就觉得新恩平台上这3个车哈，现在是2个车，在如今这个雷家，不论是扮演的角色还是家族地位，其实都挺另类的。你像中等大小的尺寸，发动机前纵置、后驱或4驱，那车身上时隐时现的一些小部件，也有很多可以看出来是雷车当年向德系车致敬的谦卑与上进。而近些年来，受众多因素的影响，诸如像轿车不吃香啊、家族战略的改变呢，那老恩平台上那些不吝成本的大哥哈，都纷纷在 TNGA 找到家了。那新恩平台的3个兄弟呢，在砍掉了一个 GS 的前提下，留下 IS 和 RC 还在苦苦的挣扎。那从动态上驾驶体验来讲呢，这车和 IS 的体验很像啊，但是这也没毛病。本来之前人是一家，后来分家了，但从总体上呢，跟现在雷家产品乃至大丰田系的产品的体验都有一些差别。最直观的感觉呢，就是你一上车，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方向盘和脚底下这俩踏板是比较重的哈。
当然这个重呢，它不是绝对的重，它只是相对于现如今雷家主流的产品来讲，它是要重一些。尤其是油门，脚上呢你要稍微使点劲儿才能踩动这个油门，而且感觉到不论是刹车踏板还是这个油门踏板都特别紧致哈。开这个车呢，开了这个几圈，就总有一个词儿哈在我脑袋里转，那就是紧致。悬架呢，感觉跟雷车主流产品也是不大一样的，即便你跟同样配了 F Sport 的 ES 相比，感觉它也不尽相同。悬挂呢，拽车拽的相对也比较紧，没有其他雷车上那种舒适的忽悠的感觉啊。当你过一个平顺的起伏路面的时候，它也会有一个起伏的幅度，但明显可以感觉到忽悠的也非常紧致哈。对细小路况呢，也会有适度的过滤哈，不会修饰的太过，同样呢，也不会传递的很直接。总体感觉这车还没有330硬呢啊，比330还要舒服那么一丢丢。当你调到了运动模式下呢，诚实的讲啊，我也没有感受到那种悬架软硬有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区别，当然也可能是我皮糙肉厚的缘故啊。在动力上呢，这个发动机咱们都太熟了啊，在雷克萨斯全系产品上，这台发动机可以算得上是劳模了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在不同人设的车上啊，它进行着不同的角色扮演，一会儿稳重，一会儿动感，一会儿暴躁，一会儿平顺，不换人就老换衣服哈。那这台机器呢，在 RC 上面，如果跟在 ES 啊，跟在 RX 上面相比呢，可以算是调的比较劲爆了哈。虽然从账面上来看，参数上差的并不太多，高也就高这么一丢丢，但是放在这台车上呢，首先你可以感觉到声音更加激进，其次呢是拉高了转速红线啊。你如果是调到运动模式，鸡翅白脸那么开，拉到红线处升档也是时有发生的哈。但你如果拿它呢跟那些小排量增压的钢炮来比呢，它这个机器就算非常平顺了哈。当然你像小排量增压是没法跟这个自吸比平顺性的啊。那对于这么一台文静的机器来讲，你要想把它做成暴躁范儿，也只能在换挡时机上做做文章了啊。当你在正常模式下加速，这台车呢升档非常积极哈。当在 local 正常加速的时候，2000转左右也能升档，用不了多一会儿呢，当你时速在40英里左右的时候，它就能迅速的给你换到8档了哈。而当你调到运动模式之后呢，它拉高升档转数拉得非常夸张，你甭管是 local 还是高速，8档这个档啊就跟跑丢了似的。除非你在高速平路上你扶着油巡航，这个时候呢8档会出来转一转，8档会显示出来，否则一旦你脚底下稍微一用劲儿，8档就跑了，就留下6档7档轮流在这值班啊。哪怕你的时速呢已经到了70、80，那在 local 呢就更别说了，8档直接就隐身模式了哈。这车声浪上呢也没有那么夸张，但当你掰到运动模式的时候呢，这个声浪确实会比正常模式下相对大一些，但总体上声浪并不吵，绝对不会让你买马克莱文森那个钱白花啊。那从动态上总体来说呢，这车虽然是与家族中主流舒适性的调性呢有着相对的偏离哈，那毕竟嘛，人跑车的人设决定了它的与众不同。但如果要是拿它跟纯钢炮相比，那它就算舒服的了啊，至少没有跌破我的承受极限。那甚至我觉得这车呢，比330还要更加平顺，还要更加舒服一些啊。综上呢，就是这台 RC350的视频。那今天试这个 RC 呢，因为它只开了几千英里嘛，你就别说雷车了，你就哪个品牌的车，它开几千英里，车况也不会有衰退哈。这车也是车况如新，紧致如初。那如今像这种两门跑车或者说两门轿跑车，丰田品牌里面人家已经不玩了哈，丰田已经交枪了。把现有的2款产品呢，一半交给了宝马，一半交给了斯巴鲁。那作为雷车来讲呢，你像旗舰的 LC， 这肯定是要保大了，而且呢还要保一段。而你像新恩平台这俩哥们呢，一年在美国也卖不了多少台。你按照如今丰田这个性格呢，未来何去何从也很难讲哈。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。以上视频，谢谢大家。